Hello，大家好，我是贝塔，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对《战地风云6》大逃杀禁区冲突的我的个人心得和感想。那跟大家聊聊我的整体印象，那我认为的优缺点，以及最后呢会提供一些小技巧给还没有开始或者是刚开始玩的朋友们。那是算是一些上手的攻略啦。好，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首先聊一下整体的印象哦，我就直接开门见山的跟大家说，满分10分的话呢，我会给到7分。整体来说呢，我觉得是中规中矩，一张非常标准的大逃杀地图。那不敢说是没有创新，因为整个在游玩的过程中，还是不断会有一些惊喜。这个我等一下会说，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那但是呢，这2天玩下来，我觉得是没有什么超级大亮点，是那种我一定要马上推荐给朋友的。但是呢，你会说它不好玩吗？其实我也没有觉得它不好玩，我觉得它就是属于一个战地风格、战地节奏的一个大逃杀游戏。接下来就是要讲优点了，就是呢，我觉得地图非常的精美。这张地图呢是位于美国南加州的林登堡垒，真的是非常的漂亮。那刚好任务是在美国东岸，然后这个地图是在美国西岸。那有城市、有沙滩、有军事设施，而且地图呢有高低起伏，我觉得玩起来是非常的有趣，而且有变化的。那再加上呢，这次的战地6呢是有强调破坏系统，所以你是可以炸掉墙壁、炸掉这个掩体，那甚至是炸掉整个建筑。玩起来呢，跟其他的大逃杀比起来是更有沉浸感。好，这是第一点哦。那第二点是游戏节奏，虽然我不会说是非常完美，那譬如说像找枪或者是找装甲，有时候也不是很好找。但因为呢，你会有第2次的免费重生机会，加上队友呢可以用重生塔帮你有第3次的重生机会，我觉得玩游戏的得失心就比较不会这么重了。那很多其他的大逃杀游戏呢，是你好不容易玩了10分钟，可能花时间在走路、找资源、找枪等等，结果呢一遇到敌人一个枪战，然后马上游戏就结束哦。至少战地6这次的大逃杀呢，我是觉得没有这样子的感觉，没有这么强烈啦。好，那第3点呢是枪的手感还有音效。那延续战地6的多人模式，我觉得这一次的大逃杀呢，手感跟音效也都是很不错的。枪的打击感很重，然后狙击打到人也是很爽。那画面跟音效都发挥到很大的作用。好，那补充第4点，我觉得是优点呢，就是官方有强调，就是你的电脑如果能跑得动多人模式，你就能跑得动大逃杀模式。所以看来这次官方呢，也是以游戏优化为主，让更多人能玩到，那也真正是做我觉得是对的事情。而且这次的大逃杀是免费的，所以不论你有没有买《战地风云6》，你都能抓这个大逃杀地图来玩。基本上呢，这个已经是所有大逃杀游戏的基本了啦，所以我觉得这是官方这次做的对的事情。那再来说一下缺点的部分，首先呢，我觉得这个很见仁见智，就是我觉得目前对枪的环节还有很多需要加强的空间，包含像是枪支的 TDK 我觉得击杀时间实在是有点太短了，近距离的交战几乎都是秒杀啦，几乎没有什么逃走的空间或者是闪避的空间。然后像我觉得装上装甲的时间偏长。譬如说你找到遮蔽物，然后跟人家对枪了一下，你躲到后面想要装装甲，然后你就会想说这个装甲怎么装这么久的那种感觉。然后最后是我觉得主副武器以外，其他的配件武器也是有点多，像是会有 RPG 啊，会有这个火焰散弹啊，然后有时候会有这个反载具的武器等等，数字间1到6几乎都用得上我觉得是有点太多了。那这个是我自己的感觉啦，不知道大家怎么想。那再来是第2个缺点呢，我觉得是延续战地6大家一直在抱怨的，就是练枪的速度太慢了。就是如果你想要把自己的枪练起来，你会需要花很多时间，更不用说是玩大逃杀。如果你是想要玩自己的制定武器，那你会先需要到多人模式里面去一直练枪那如果你是玩免费的大逃杀，你没有买多人模式的话呢，那练枪起来更痛苦了。所以目前呢，我觉得从地图上捡枪呢，还是会是主流啦。那这个也很吃运气，因为有些枪呢虽然很稳，但是有些枪是真的难用到不行。稍微远一点的敌人呢，就会一直打不到这个后坐力太大这样子。如果整个地图上的枪能稍微再平衡一点，或者是再稍微好用一点，我觉得问题就不会这么大。好，第3个缺点呢是标示系统，我觉得也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像我有时候用滑鼠中键去点敌人就是我把我的滑鼠中键设为标示的一个按钮，但是呢有时候好像有点 bug， 就是我滑鼠按就不会成功，我一定要用键盘去按。那预设键是 Q 嘛，所以就变成我一定要去按 Q。那有时候呢这个轮盘系统也不太好用，就是我有时候按住之后，它可能0.5到1秒之后才会出来，那就会觉得有点卡卡的。我觉得在交战的当下，想要用轮盘系统去跟这个队友去沟通是有点不方便的。所以如果队友跟你都没有开麦克风，然后你们队友之间的默契又不够好的话，我觉得打起来真的会有点绑手绑脚，有点卡卡的。那第4个缺点这个我也不知道算不算缺点，就是呢我觉得坦克真的有点强，那也真的有点烦。如果你的队友或者是你自己身上没有带一些能反载具的工具的话，或者是像什么 RPG 手榴弹之类的话，那你们真的只能躲得远远的不然坦克真的是很难打所以主要是因为这些原因我目前只会10分里面给7分。
我觉得还有进步空间，但这个绝对是一个及格的战地6的一个大逃杀作品。那目前我没有觉得惊艳到呢，我会想要赶快拉亲朋好友们一起来玩，或者是顺畅到呢，我会想要一场接着一场玩。但是呢，偶尔上去玩一下这个大逃杀，然后偶尔再玩一下多人模式，我觉得这样是 OK 的。接下来跟大家分享10个小技巧，这也算是我这2天玩下来的一些心得跟攻略，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第一个呢是跟多人游戏不同，你只能带着自己的职业技能进到游戏。那4个职业呢都有自己的专长，大家在选角色的时候可以自己看一下。那新手的话，我会首推支援兵哦，因为不但呢你可以有补给包，可以帮自己补血补子弹，那还有烟雾弹可以掩护自己，也可以掩护队友。那同时呢，你也可以快速的救活队友，我觉得这是很不错的。那第2个推荐的话呢，我会推工程兵。那在地图中呢，会有一些铁箱是工程兵可以开的，那有机会呢，在开局就可以捡到好枪。第2个呢，是游戏开始后，你可以在地图的界面上呢去接任务，那这些任务都会有不同的奖励，像是进阶的武器、子弹，或者是增加经验值等等。如果游戏初期你不知道要干嘛，你就可以多做一些任务，去拿一些经验值啦。第3点是跳伞哦，跳伞可以快速的往下。也可以呢，撑着伞慢慢的飞远一点。那这个跟很多大逃杀类型的游戏一样啊，那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那我的建议一样，就是越快着地去找资源越好。好，第4点呢，死亡之后你会有第2次的重生机会。如果再挂掉的话呢，队友也可以再用小队重生塔呢去把你救回来。所以死了之后别急着离开啊，这个很重要，因为队友可能随时会把你救回来。第5点，铁丝网跟布网是可以用小刀去剪开戳开的，这个在对战的时候或者是在跑图都很有帮助。第6点，按 Caps Lock 就可以去打开背包，然后你可以在里面去整理你的主武器、副武器，那可以去做武器的升级啊。这个是你只要能捡到一些武器升级的配件，你就可以升级武器。那地图旁边的这个图示也会提醒你说你的武器可以升级了，大家记得去升级武器啦。第7点呢，制定武器空投，这个是如果你在多人游戏里面有练几把枪，那你把它们加到我的最爱之后呢，你就可以在大逃杀游戏中去拿自己的枪，那一次只能拿1把，所以要慎选。第8点，火圈死得很快，这个跟其他大逃杀的毒圈是不一样的，因为很多毒圈呢是可以在里面活很久、活一阵子的哦。那这个没办法玩一些绕背啦，你只要进到火圈呢，基本上很快就会挂掉，所以要自己小心啦。第9点，前面我刚刚有说，就是坦克蛮强的，那我觉得打不赢就加入啦，所以如果你看到坦克，记得赶快去开起来，大幅增加自己的胜率。第10点，这个游戏一样有装甲系统，要记得补装甲，以免死得太快。最后呢，身为大逃杀类型的老玩家，我也在这边提醒大家，小队一定要一起行动哦，即使是路人场，一起行动的小队胜率一定是很高。那有沟通，甚至有开麦克风的小队呢，胜率一定是最高的。所以呢，祝大家跳伞顺利，那都能吃鸡啦。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影片，也记得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们，那也帮我订阅一下频道。我是贝哈，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